有人曾说，童年时缺爱的人会在心上留有一道看不见的疤，他们终其一生寻求疤痕的愈合。每个孩子都是天上的星星，到人间是来寻找爱的，但是他们到了人间，去到哪一个家庭却没有选择的余地。大家好，欢迎来到课后学堂，通过分享让你获得对生活的感悟。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缺爱呢？为什么人会缺爱？缺爱是如何造成的呢？从出生起，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努力了解自己所处的世界，也逐渐形成了对自己的认知。这些对世界、对自己的认知会常随着我们影响对事情的处理、行为的选择，以及整体的生活状态。在幼年时期，我们一切需求的满足都依赖在照料者身上。如果拥有情绪健康而能够付出足够爱意的照料者，我们就会感到被接纳，产生归属感以及安全感，并能够真实地感受到我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对于一个小孩来说，他首先在父母的眼光以及社会的支持下慢慢学着存在的。在这样的环境长大以后，我们就得以发展出稳定的存在感，以此为基础，我们才敢允许自己完全存在于生活中、工作中、恋爱中，与自己和睦相处，也与他人和睦相处。相反，如果经常受到照料者的忽视、虐待或者不被关爱，我们就会感受到生存遇到威胁时，不一定会有人来保护自己。我们会将这一种被排斥、没有归属、缺少安全感的感觉纳入自己对世界、对自己的核心认知中。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呢，我们会觉得自己其实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我们可能时常处于一种莫名惊恐的状态下，无法完全的投入生活，也无法与自己与他人建立良好及健康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爱的过度其实也会带来缺爱的体验，因为过度的爱往往会以高度控制或是放任自由的形式表现出来。小孩呢，都必须时刻应对，甚至抵抗身边的爱，而无法放心地接受爱意，并从中长大。他们看似被过量的爱包围着，但实际上却无法接受同样是缺爱的一群人。小时候经历过的、感受过的，无论好坏，其实都被存在了脑海里，并且在你未来的人生中会不断复制放大。心理学里最多见的就是将人的个性和生存状态与他的原生家庭联系起来。今天我们就来讨论缺爱有哪些表现。由于这次的这个分享收集的资料比较多，所以我会把它分成两节来讨论。一、缺乏安全感、归属感、感情缺失。我没办法，我就是没有安全感啊。你对这句话一定很熟悉吧？是的，这是很多女生的通病。她们不知道怎么去爱，去表达爱，去接受爱。她们很难完全相信另一半，也很容易胡思乱想，患得患失。一个很典型的女明星例子就是伊能静。她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婚，母亲改嫁，后来父亲把她寄养到了日本的家庭，于是她很小就寄人篱下，没受过多少父母的关爱。后来不久，父亲便去世了，留下了200万的债务给她。她因为要还债，所以被迫出道，进入演艺圈，还了8年才全部还清。她和庾澄庆的爱情模式也很典型。据她说，她特别没有安全感，特别容易患得患失。之前有一次，她喝醉了酒，打电话给庾澄庆，一直哭。庾澄庆问她怎么了，
他不说话，他就一直哭。伊能静因为自己受到原生家庭的创伤太大，她需要对方不断地给予她关注，给予爱，需要对方无条件地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在原生家庭里缺爱、缺关注的女生，容易患得患失，没有安全感。她们长大之后，容易去寻求别人的关爱，在亲密关系中会试图让伴侣来弥补自己在原生家庭中缺失的情感和关注。2. 无意识地复制原生父母的行为，又或者刻意做相反的事情。当我们体验过怎样的创伤感，我们也会把这样的体验去强加在另一个人的身上，让他重复自己的感受。如果我小的时候很容易被忽视，我便不懂得如何去关注别人，而我也没有过这样积极的体验，我就会下意识地对身边的人的需求感视而不见，让他们体验这种被忽略的感受。还有一种体验模式就是，我从伴侣那里索取关注重视，我很害怕被他忽略，于是乎我在这种索取过程中，我要很多我才能够得到满足感。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已经忽略了他，他便觉得自己不重要，自己开始被忽略，自己的感受没有被我看到，所以这个时候的他已经体验到了我小时候体验过的这一种感觉。好，缺爱的上集我们就暂时说到这里，我们下一集见吧。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请按赞、分享以及订阅，谢谢你的支持哦。